周深看到小朋友比自己高破防了。大家新年好，这里是八姐就爱888。深深在线写词条，周深好高，和工作人员简直玩疯了。直播间321上链接。气场压到了，我说凄凉，当你路过他乡，我心想，老师有点长得太高了吧？但是我还是里面最高的，耶、新浪娱乐盛典突击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祝大家新年快乐！感受到了深深的祝福，大家也很开心。我好有排场啊！那必须的，大家也很开心，就是这次在春晚的舞台再次见到你，所以想先问一下你自己再次站上春晚舞台的这个心情如何？当然，首先是紧张嘛，这可是春晚，谁来了都一定会紧张吧。而且你看，像我们平时就夸一个人唱歌唱得好，跳舞跳得好，他的技艺非常精湛的时候，最大的夸奖就是你该上春晚。所以就是能够有机会来春晚的时候就很开心，但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压力，就是不知道带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去给大家一个心意。所以这一次在后面经过各种的更改呀，无论是走位还是怎么样之后，最后我觉得我对这个舞台我还是很喜欢的，因为对我来说挑战很大，对我来说也新鲜感也很足，然后对我来说我也觉得就是很精彩吧，我觉得是非常温暖的一个节目吧。那这个挑战和新鲜感分别是什么呢？挑战和新鲜感就是第一次有这么就是最萌身高差这个词是用在我身上，对，然后还有就是跟小朋友们在一起，就你就会情不自禁的会被感染到，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年轻，所以我跟他们说话都是你们好啊，小朋友们。这是第一次就打完招呼的嗓子都快哑了，平时跟他说 hello 大家好，跟他们就是你们好，新年好，等一下我们一起加油哦，我们要一起上春晚喽，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加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由自主的夹起来了是吧？不由自主嗓子哑了，唱的歌都没有他们的 key 高。那这次是有56个小朋友一起表演是吗？对，今年的舞台是一个非常充满吉祥然后祝福的一个舞台，然后这个舞台的中心思想，它的主题就是中华民族大团圆，就是一个充满幸福的一个寓意的舞台，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听这个舞台，多多看这个舞台，一定会收获非常非常多的吉祥如意。那有没有化身孩子王？是不是特别受孩子们的欢迎？意料之外，还真是，就他们看到我都是周深哥哥，也有人喊周深叔叔。反正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对我这么热情，因为你知道小朋友们要跟小朋友一起演节目是难度很大的，就是小朋友们是比较难控制的，就如果你要跟他们一起拍东西的话是会比较难控的，但你会发现他们对我的热情就真的很真诚，所以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福，也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真的能够被那么多小朋友们喜欢，很开心很开心。那被叫叔叔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想纠正他们吗？不会啊，叫哥哥我才想纠正他们，我觉得叫叔叔很正常。那应该是叫哥哥的更多吧。不要再提。但我觉得他很幸福很幸福，对，在我们的心中你就跟那些孩子们一样年轻。这句话说完更难说了。不说这句我还可以，说这就想哭了。那刚刚也说到，就是他们的衣服都很好看嘛。对，哎，那如果做一套这个周深的盲盒手办，让他们穿上这个各个民族的服装，如果再设计一个隐藏款的话，你觉得这个隐藏款长什么样？哇，好难！也就是说，这个盲盒一共有56个，对不对？56个还可以再设计几个隐藏款，设计不出来，因为我觉得这56个就已经太漂亮了。就真的，我第一最真实的感受就是，我看到所有的小朋友们，我都说，哇！我就第一次在舞台上，就第一次彩排分神，因为他们的衣服太好看了，所以就是不停会去看这个衣服啊，那个衣服，然后小朋友们又太可爱了，他们走到舞台上的时候，你觉得太漂亮了。然后56个小朋友站在那升降台一升上来，就那画面太震撼了，太喜欢了，大家就循环多播放几次。哎，那你有这么多演唱会的舞台，下次要不要一套一套的这个分别给大家展示展示？哎，你还别说，这个想法其实我有在我的演唱会当中想要呈现过，呈现的不是很像啊。虽然就是我们也想要就是每一个不同，可能到每一个城市或者每一个省份去有当地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衣服去走这样一个我们自己中国风的秀，所以就是好运来那一趴。就好运来那一趴，我们唱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舞蹈演员们他们就会穿一些当地比较特色的衣服，然后后面啊大家没有太在意到这一点，因为大家就刮彩票去了，但是无所谓啦，就大家开心，好运来就好。对，所以就是春晚帮我去圆了一个我心中一直想要做的一个梦想，而且是好了无数倍的一个呈现，我觉得太幸福了。所以后面告诉我是这样一个舞台呈现的，我心想，太
太好了，终于有一个舞台能够把这样一个形式的东西做好，所以我觉得自己是真的发自内心非常非常幸福。所以这个舞台我们今年一定要多多的循环观看，真的很值得。而且就是大家要相信语言的力量，相信的力量，就是极量，它就是一首非常非常充满幸福美好的一首歌，你听完之后就会收获到非常非常多吉祥的光。蔡国庆老师突然出现了，是为什么？对，突然就环绕了，是吧？那说到现在，你在这个歌唱界有了一席之地，魔术界也有了自己独特标签，今年还进军了小品界。那未来我们还会看到周深更多的怎样的这种分身碎片呢？不用了吧，我还要去哪里啊？我在魔术界再混混吧。魔术师为你开始。真的吗？他害怕还是我害怕？我是不害怕，所以在这个老师你自己注意点哦。所以在我是有一点点三角不对魔力的。那这次在低调。那这次在春晚的后台应该也看过好几次那个就是魔术的节目了吧？有没有就是偷偷偷师什么的？没有，我这个节目没有，离魔术节目有点远，没有太看到。对。那我们等一下现场给你演一下。他在我这演春晚上的魔术啊？那应该不太会，就教个新的。我们规格也太高了，他教我啊。那你一会儿不要揭秘哦。什么叫揭秘？我们这是魔术。你也可以揭他。揭秘。我们这叫魔力，不叫揭秘。都是魔法。对啊，都是。超厉害。哎，那如果明年还有机会上春晚，当然真的要教我变魔术啊！是的，我真的。如果太精彩，可不可以不要播？我留到演唱会去变。你也可以教他。如果很精彩，当然想留到演唱会啊，来吧。那如果明年还有机会上春晚的话，想尝试什么新的节目呢？我是一个非常害怕立 flag 的人，所以听安排。哎，说不定真的很害怕立 flag， 对，希望有机会上，当然是最好的嘛。对，反正有一切就听安排。有预感，明年可能就是魔术节目了。那上次说了，就是魔术老师上台，其实也没有让魔术不穿帮。大家都说能让这个周深霍霍的魔术道具不多了，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我还好哎，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的魔术老师唐老师自己担心一下自己的饭碗吧。对，不过最后你的工作关于魔术这块只有教我变魔术吧，不太好，就是瞎说，那是魔法，没有穿帮，那是故意演给你们这些麻瓜看的。这话冒犯到大家了，对不起。我们都是魔法世界的。对不起。那说到这个，就是2014年你是正式出道嘛？那其实今年也是生你的本命年，想对大家说什么？祝大家1岁快乐！老师，你们人好好。就是永远保持年轻的办法，就是按一轮再按1岁。所以我现在才2岁多。反正我是觉得，就是没有想到自己已经出道这么多年了。这个的确就是你回去看的时候，居然已经都快12年了嘛，所以非常感谢每一个生命们给我的支持，因为我觉得大家给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收获了太多，也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唱歌，去能够尽量的去给予大家更多我想要表达的力量和光吧。谢谢大家听到我。那假设在平行时空里面，2014年好声音转身后，你没有成为歌手周深，而是把这个好嗓子用作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职业，比如说像配音怪物啊、声音疗愈师，甚至午夜电台讲鬼故事的主持人，你觉得那个卡布现在最有可能在干什么？这几个职业都还挺吸引我的，所以那个几个时空的周深应该也都非常幸福。最想要的呀，声音疗愈师吧，就好像是在医学上的确有跟音乐在做很多的一些就是链接和尝试，而且的确就某个频率的音乐或是声音是真的可以治愈到大家的。所以如果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样可以更加实际化的去帮助到大家，而且可以更加实际化的去想想自己的音乐怎么去帮助大家。那现在的你已经做到了，疗愈了很多人啊。刚才这段采访是为了捧我吗？老师，你人也太好了吧！我一直很爱你啊，谢谢。哎，那如果真的比如说变成这个午夜电台讲鬼故事的，我会被自限吓死。很吓人的，因为那些就是恐怖故事，它会配很多的音效，我就不行了。我这个人又是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一个人，就是我很少玩密室，尤其是恐怖密室，就是因为只要一黑，你不用安排任何东西，我就可以把自己吓个半数。就是大过年的也不能说不吉利的词，对，就会把自己吓到不行。好想跟你一起玩，我来保护你。哦，那我可以，因为哇，我在恐怖，如果是生命的话，他绝对不会陌生我被在那个环境当中怎么样，就是抱着旁边的人，无论是怎么样，然后就是报警，然后闭上眼睛，然后跟着他走，就是差不多我在密室里面的环境。有跟圈内朋友一起玩过吗？有发现谁胆子比较大？在节目里有玩过，就迪哥胆子还挺大的，杨迪，对，嗓门也挺大的，就是吓到他的时候我也会工伤。然后就包括在之前的节目，刘宇宁胆子也是挺小的。就他们就是我们之前有一起上开推嘛，开始推了吧第一季，
然后他们就说的是刘宇宁就是当灯黑了的时候跟周深是一样高的，就是这一点是很有意思，因为只要天一黑，我们就会两个人一起蹲下来，就那还挺多。像郭麒麟老师也是胆子超小的。但有了他们之后，我就安全感就十足，就我喊的声音可以喊得更大声了，就很开心。哇，你说的开推勾起了我遥远的回忆。当时我还去试玩过，玩的是你的角色，然后就是第一期躺在床上那个楼顶低下来选，不吓人。我当时觉得太小意思了。然后他说你要模仿周深胆子很小的。喂，在背后是这么说我的吗？把这段就是寄给他们。对啊，果真就是你一点都不觉得吓，当时把我吓死了。就是我自己进去让我进屋哦。什么都没有，就让我进屋，我都快吓过去了，太吓人了，太好笑了。没想到他们心里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真的很过分。你是那你觉得不吓人吗？不吓人啊，大白天的。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这衣服脏的怎么擦啊？对不起，我太不沉浸了。信念感再强一点，下次好不好？对，他当时跟我说，你一定要就是带入周可可，他一定很害怕。那个真的很恐怖，因为我们当时的那个前面1、2期是在那个真实的那栋楼里，那个风把那个窗户吹得嗖嗖的，呼，然后就很安静，然后什么声音都没有。然后我们的安排就是你进去睡觉就好了。我就在那睡觉，我说我不知道该看什么，突然上面就滴血下来了，就真的很恐怖事。算了，你不懂，下一个。我们可以再反复的看这个节目，看看周深被吓的这个，真的很吓人。然后说到这个，去年工作室有很多有趣的策划，就网友调侃说，周深是不是还没有逃离原生工作室？对呀，根本逃离不了。那就是有想好下次拍什么有意思的内容吗？我不知道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平时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就会看一下，包括像热搜上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挑战啊，或者有意思的互动啊，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找来一起玩。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有一些我可能刷到过，然后有一些可能我没有刷到过，就是都是各种效果吧。就比如他们上次那个想玩球和鸡蛋的，奈何我太厉害。所以这些有趣的东西，其实你都亲自参与了这个设计是吗？没有，目前大家看到的都没有。对，那说到今年也听到了一些和之前不一样的歌，大家对歌手周深的印象也从一开始的这种仙音到现在的全能。那有没有哪一首歌你第一次听到 demo 的时候觉得这太难了，完全不是我的菜，但在录音的过程中却意外发现了巨大的快乐，感觉可能自己差点错过了1个亿？好像没有因为在出道初期的就是每首歌就是有机会来找，就一定非常想要去唱它。然后我到现在我还是可以拍着胸脯说，每一首歌我都是非常的用心的去表达它，然后每首歌都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所以不太会有这样的作品。那今年的演唱会上也出现了像这个机械的章鱼啊、鸟啊、象啊这些东西，就大家都笑称这是老2次元赚钱后给自己的奖励，怎么看？对呀，就很厉害，很震撼啊！就是你有机会去做这样的手办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非常幸福，而且你会参与去它中间一些细节，然后一些创办，包括他今天心中的一些小巧思。目前这些出现的这些动物都是我们在9.29赫兹演唱会开场的那个视频当中出现的动物，因为都是这些动物，他们可以听到9.29赫兹这个频率，它就是在各种其他的意象上去表达了每一个听到我的声迷们，就是你们可能是飞在天上的鹰，然后可能是章鱼，可能是大象，可能是犀牛，可能是任何的样子都可以。但是最重要一点是因为你们听到了我，也听到了很多人听不到的我，所以这一切把我们相聚在了一起。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的这样的相聚，也很开心大家给我机会去各个城市，去到大家家乡唱歌，然后也可以让我有机会去做大手办，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每次一看到就是哇，就好好看。未来还有什么想实现的这种大手办吗？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演唱会，记得来哦。那关键是得抢到票，好多人都抢不到票。谢谢，辛苦大家了。那说了这个跨年演唱会去了香港，然后大家就很期待你去发一张粤语的 EP 啊，有没有这个计划？这应该就叫捧杀吧。我没有，完全没有，完全彻底的没有。粤语非常非常难，这是一点，所以就是要唱好一首粤语歌，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对于我们就是外省市的人来说，唱粤语歌真的是很难的。有机会的话，就是如果有那样机会的话，可以尝试去唱粤语单曲，就是我不知道。对，我不立 flag。如果可以邀请一个人来合作这个单曲的话，你想邀请谁一起来唱？好多，对，不知道，不敢说。最后变成一个群唱，不敢说，都是天王巨星们。但是我那2天正好在香港，真的满大街都是你的歌迷，然后背着你的那个痛包，就我看了一瞬间有点感动。对，就是会非常感人。大跨年的，就大家又为了你，然后去，真的是背着痛包，就为了深深，然后就是。你这段话怎么会充满遗憾？大跨年的，大跨年的满大街看到的是周深，大跨年的满大街看到的都是我的痛包。他没有抢到你的票，准备好口号，3、2、1。
你们好适合当副播啊！你们不当副播都可惜了，真的是。那一定要进入你的直播间。大家说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好不好？好。大家用了之后开不开心？开心。我们现在喊3个数字好不好？来，3、2、1，上链接。你听一下，我点进去，我们都疯了。来吧。那说到就是马上也要过年了，你有什么过年的独属于你的小仪式吗？哎，还真的没有哎。我觉得小仪式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回家待着吧，然后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尴尬，就是父母身边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气场，就你又会害怕，然后又会亲切，所以就会有，对吧？就可能有跟我这样的一个感受的人，但他又可能会成为一个独特的过年的一个氛围吧。哎，那过年会回去跟亲戚们一起吃饭吗？他们会就是八卦些什么吗？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因为我的亲戚们都在湖南，我在贵阳过年，所以我没有这一个烦恼，真是不好意思了。那说了，今年这个马年春晚的主题是奇迹驰骋，势不可挡，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马年的小目标呢？我就希望自己马年多多跟大家见面吧，这就是我终身想要奋斗的目标吧，就是去好好的去感谢一下，去帮我创造奇迹的大家。对，因为它真的不一样。就平时我们在微博上的时候，大家都是每一个就是你看到是 ID， 然后会配着一个可能跟他性格会稍微展示一点点他性格的头像。对，就是这样，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也很开心，有很多很多互动啊。但是你在演唱会的时候，你看到真人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他们那种就是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鲜活的人，就每一个背后给你力量的 ID 都是这样一个鲜活有趣的人，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所以就希望可以继续去到他们家乡给他们唱歌。那我们最后再做一个春晚小预言啊，预测一下你们节目当晚弹幕里出现频率最高的3个词是什么？周深好高，必须，我们这全屋子的人绝对都打起来。我只能说，冲这个热搜，我咱们这条专访的话就叫周深好高，最猛身高差。你想要哪个你挑吧。想要哪个选？周深想选谁的？说吧。我现在有点后悔。哎，但是这个是客观事实，这个舞台客观事实，周深好高。哎，到后面彩排的时候就有个小朋友跟我长得差不多高，然后他还戴了一个民族特色的帽子，他走过来说我被气场压到了，我说脊梁，当你路过他乡，我心想问老师有点长得太高了吧，但是我还是里面最高的耶。所以我们刚说3个词，这3个都是周深好高是吗？还不够吗？就这个我们把它就够了刷满屏。可以，谢谢谢谢。好，我听听。刘伟宁。现在你收到的这条语音就是你2026年你会一切顺利，身体健康，万事都顺心，请相信这条语音再会。所以猜出来了是吧？怎么猜出来的？前2句就猜出来，为什么猜？我有耳朵。从没错就听得出来是他了。你们也觉得对不对？可以带回去反复对收听。这个送给你的。当他在说他伪装的很好的时候，你们什么反应？你们是对？没有哦，我们那时候可没有这样哦。回放老师。素材送给周深老师。